朋友们，昨天晚上传出有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这就相当于直接袭击了美国白宫是一模一样。然后呢，在全球一片震惊之后，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的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在今天的恐怖袭击之后，除了从肉体上清除泽连斯基及其同伙之外，别无选择。甚至不需要他签署投降书。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希特勒也没有签署投降书，但总会有人取代这个傀儡总统来签署的，比如说邓尼茨上将。然后呢，就是传出了俄罗斯的无人机彻夜响彻夜空奔赴乌克兰的声音。朋友们，邓尼茨上将呢，就是在希特勒投降之后接替他那一个人，他的最大的作用就是签署投降书，向盟军投降。所以说呢，德国的投降并不依赖于希特勒自己来签署，他自己完蛋之后，总有人来替他签署。这个泽连斯基呢，大概率也应该会如此。你不需要来签署，然后会有人替你签署的，你就直接下地府去吧。这梅德韦耶夫就是这个意思。首先呢，这个事情出来之后，乌克兰是矢口否认的，包括那一个泽连斯基本人，他正在窜访芬兰，还要去荷兰，他也是矢口否认的。然后呢，出现另外可喜的一幕，那就是乌克兰的邮政立刻开始印了一个全新的邮票，这邮票就是显示克里姆林宫被无人机袭击的视频。你这不就是此地无银300两吗？如果说乌克兰一定要去否认这个事情，极力撇开关系，那泽连斯基应该命令所有的国家机构和部门不得就此事搞一些什么类似的敲敲打打各种各样的附和。但是你国家邮政印了这样的东西，就等于说，我们特别喜欢，这就是我们干的，是不是如此？所以说这个事情现在呢，朋友们已经没有必要进行任何解释了，所有的解释只会起到反作用，只会更加来刺激俄罗斯的军队。所以说他们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准备接受惩罚，或者说即刻调整军事部署，以应对更加猛烈的打击，只能如此。首先呢，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大概率就是乌克兰干的，但是也有可能是其他方面干的，这我就不去猜测了。最大的嫌疑人其实就是乌克兰，但是泽连斯基本人知道与否，这个可能还真的要打一个问号。原因呢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泽连斯基本人正在出访，他并不在自己的老窝之内。你想一想，如果他正在出访，正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他袭击了克里姆林宫，他难道不担心俄罗斯直接把他的专机给击落吗？毕竟待在专机上总没有待在老窝里来的更加安全呢。他怎么会选择在出访的时候做出这个事情？难道是为了向西方国家邀功吗？这个朋友们是一个嫌疑。另外就是他直接打电话到了北京，如果到了北京之后还发生这个事情呢，就有打脸中国的嫌疑。我去帮你调停，结果你搞这个飞机，你让中国脸面何在？这是一种怀疑。但是也不排除有另外一种怀疑是什么呢？那就他真的知道，因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不是我们干的，我们没有足够的武器干这个事情。言下之意，如果你有足够的武器，是不是你就要干这个事情了？所以说泽连斯基他自己本人知道与不知道这个事情，朋友们任何一方都不能完全断定，但是我说他的嫌疑最大。而且极有可能显示出来这个家伙已经不能够完全控制乌克兰整个国家，也不能完全控制乌克兰的军队了，甚至有可能是某大国来指使乌克兰军队干的。泽连斯基未必能够完全控制得了自己统帅下的军队，有没有可能？完全有可能。但是还是那句话，
不需要解释，解释没有任何作用。这样一个泽连斯基啊，他现在在我看来哈，对整个俄乌冲突而言，或者对和平而言，几乎很难做出任何贡献，只能是火上浇油。所以说啊，梅德韦杰夫他虽然是一个非常大嘴巴的人，梅德韦杰夫说的话都非常狠，但是俄罗斯的行动永远跟不上梅德韦杰夫。所以说呢，他是一个大嘴巴的人。但是在此时此刻呢，我会觉得比较赞同梅德韦杰夫的话。我希望这一次俄罗斯啊能够落实梅德韦杰夫的话，那就是彻底消灭这样一个统治集团及泽连斯基本人，显得十分有必要。原因为何呢，朋友们？首先，这个集团呢，它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集团，对不对？无论是你自己诚意不足，还是你能力不足，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集团。咱们中国在你来电之后，经过考虑，已经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到你的国家进行访问，准备来去调停两国之间的冲突。结果咱们刚去工作几天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你让中国的使团如何继续展开工作？或者说，你让中国准备帮助你乌克兰去俄罗斯谈判呢？咱们如何向俄罗斯开得了口？你这不就等于直接让我们难堪吗？我们是去帮助你的，你是来电请求我们帮助你的，结果给我们难堪，你这个统治集团还值得信赖吗？根本不值得信赖，是不是？所以说啊，这是一个。第二就是朋友们，他这个集团被消灭之后，就是一个对乌克兰执政当局最严厉的一种打击。而这种最严厉的打击，才是导致一个集团能够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必要之步骤。就像我在上期给老铁们说过的一样，一个已经特别思维固化的人，他如果有朝一日需要转变观念，除非瞬间经历重大打击，否则的话几乎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说，乌克兰的执政当局现在就需要来这样一次打击。之前俄罗斯呢，某种程度呢还真的下不了决心。现在你是否能下得了决心呢？如果你们再下不了决心，或许到下一次普京还真有可能被人家直接斩首了，极有可能，对不对？所以说呢，现在呢是时候让乌克兰的执政当局醒悟真正能够从乌克兰自己国家利益出发，实现独立自主不是当西方傀儡的时候了。所以说，我认为这一个必要的打击，俄罗斯真的可以落实梅德韦杰夫的说法，是不是？此时此刻呢，还有另外一个杂音不得不去说，不说的话难受这个杂音就来自于王志安。王志安不知自己付出了什么贞洁贞操，他的推特又恢复了，然后他说乌克兰的无人机可以能够飞到克里姆林宫搞斩首了，是大疆的吗？要是用大疆无人机把普京干掉，那就有意思了。这个贼他做梦就想中俄之间能够闹掰，他做梦就想中国的外交处境非常不好，他做梦就想这个国家能够破败下去，能够分裂下去。朋友们，这就是王志安这样一个人他自己现在最深刻的想法。他就想以国家民族衰败为背景来显示出、证明出自己背叛祖国是多么正确，是不是？所有的汉奸其实都是如此，他想尽一切办法的去搞这个国家、搞这个民族，然后呢，来显示出自己是多么正确。像抗日战争时期的伪军不就是如此吗？100-200万伪军帮助日本人打中国人，欺负中国人呢，来显示出自己是多么正确，美其名曰我们是曲线救国。王志安就是这汉奸当中的一个佼佼者对不对？对于这种汉奸呢，你不去批评，不去骂他，某种程度就显得对不起他。因为他做这个事情，除了要搞垮自己的国家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诉求，就是希望你们来问候我的母亲吧。是不是？不就是如此吗？国家究竟如何亏待了你王志安呢？你还曾经是体制之内的人，是不是？所以说对这样一个人呢，我强烈呼吁请求
请求梅德韦耶夫及俄罗斯军队，你们在把泽连斯基及统治集团带走的时候，顺便把王志安也烧走吧。这样的人，我们绝对不会怪罪你。虽然他现在持有中国国籍啊，但是你把他给烧走的话，我给你们鼓掌。真的，你赶紧把他带走吧，看着他我都感到十分恶心。帮助国家有非常多的方式。用汉奸的语言曲线救国或直接背叛，你算什么玩意儿？你算老几呀？所以说，朋友们，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真正的有诚意的谈判之前，都需要来场恶战，自古以来皆是如此。因为在谈判的时候，有些已经失败的一方还想再挣扎一下，以争取谈判筹码嘛。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狠狠的打一场，把他谈判筹码给他打掉，他才能重新成立的谈判，是不是？打得更狠的话，直接就变成无条件谈判了。所以说都是如此，朝鲜战争是如此，其他所有的会战皆是如此，除了是那一种直接消灭无条件投降之外，其他的谈判之前都要来场恶战。这一次俄罗斯极有可能借这一次事件打一场大战，我认为对俄罗斯来说非常有必要。那种添油战术，那种小摸小打，根本没有多大效果，损耗精力，那真不如积蓄力量来一场大的，一场大的打得好就可以一锤定音，对不对？所以说这一场袭击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个人认为未必是一个坏事情。尤其是对和平而言，未必是坏事情。让所有想威胁和平的人，他受到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和平才能真正崭露头角，暴露曙光，难道不是吗？